寒窗苦读10几载，总算入朝为官了。参华，你说，对不起啊。啊，等一下，那个谁？哎，那可是宰相大人，不是你一个新科状元能凑过去攀亲戚的。哎呀，我只是想道个歉。宰相大人是吧？我刚才，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哎呦我去，这不是宰相大人吗？居然给人扑倒了！这好像是昨日刚新封的状元郎啊，胆子这么大。舒服吗？挺软的。滚！真对不住啊，宰相大人，别再凑过去了，还嫌闯的祸不够大吗？宰相大人，大人大量，莫怪莫怪。谁懂？第一天上朝我就得罪了宰相大人。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但谁人不知，我们这个宰相就是个冷面阎王，陛下都得给他3分薄面。而我这小小状元郎，听说今早上朝的状元郎冲撞了你，我想他也是无心的，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吧。你在我府邸门口做甚？我来跟宰相大人道歉。滚！宰相大人，我对不住啊，手滑。我去，这谁呀？当街掏宰相大人的腰带！苏景然是吧？哎，抱歉，我真不是故意的。啊，完了，你跟我的记一起了，这就抱一起了。哎呦，都说宰相大人不近女色，原来是好。这新科状元这么虎的。我真的只是想道歉，我没想到会闹成这般。还道歉呢？一回扑倒，2回脱衣服，再来一回，你想上床不成？我找你来是想办法的，不是来说风凉话的。哎，要不你去替我跟他说2句好话？那可是宰相大人啊，我入朝3年都不敢轻易的跟他说1句话。你这一见面又扑又抱的，我跟他估计都没你跟他熟。你白天人太多总是出错，那就趁着夜色下，就我们2个人，定不会再闯大祸。谁在外头？宰相大人，在下。抱歉啊，我不知道大人在洗澡。关上门，滚出去！好嘞，在下这就。我去！给我滚出去！对不住，我真不是故意的，这就滚。你硬我！滚出去！不滚！恒儿，你还没休息呢，正好，为父有话与你商量。闭嘴！敢出什么媚嘴？父亲，我还在沐浴，等我起身收拾好，便去你书房寻你。哦，既在沐浴，为何不关门呢？一时没注意，忘了。行吧，那你一会儿过来。还文武双壮的，憋个气都能憋出鼻血晕过去，真是没用。来人！大人，找几个人，把他给我拖出去丢状元府门口。听说白天这状元郎就对大人又搂又抱，还脱大人的衣服，这大晚上的一起沐浴了。
大人还把人整晕过去了，然后就丢了。想什么呢？是想在这就去办。别让我爹发现。裴玉衡，我回来了，还是我根本就没去啊？大人，您可醒了？怎么样了？一大早你干嘛？听说你浑身是血，从宰相府里抬出来时还衣冠不整。你知道外头的人怎么说你吗？陛下闻言也就不计较你今日一声没说就没去早朝的事了，还把宰相大人单独叫去御书房。我没去早朝？啊，对啊，我没去早朝。我的老天爷啊！哎，重点不是这个，你不是这个，那是哪个？衣冠不整，浑身是血，从宰相府里被抬出来，你真躺人家床上去了？梦里的算吗？自从那日后，我也不敢去道歉了，只能是跟他保持好距离。为什么莫名的有些烦躁？用跑了呀！哎呦，我远房侄子在宫中当差，亲眼所见，那还能有假？看来那日那宰相大人是把人欺负狠了。哎呦，真看不出来宰相大人是这种人呐！要我说啊，那也是他苏状元先讨怀送报的，要不然宰相大人也不会这么忙，直接给人弄得抬回去。听说第二天那状元郎都下不来床。哟，大人，您来拿茶呀？稍等啊。不用了。谁在骂我呀？一定是那个宰相大人。你赌房压大小了？不是，是宰相大人。别在我家里说这个人，很不吉利的。不吉利？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进来说话。不要，大人您在那里说，我在这里是听得见的。该死，怎么会想到那个梦？先说好了啊，这次是你拽我的。我去，强吻啊！都怪咱家大人太有人，这宰相大人居然追到府里来了。苏锦然，以后见到本相，我以后戴着面罩。为什么他永远可以这么让我生气？当作没看见，不准再有任何抗拒的动作，避免旁人风言风语。啊？什么风言风语啊？你的还是我的？你不知道？我这每天除了上朝就是回家的，还真就不知道了。大人，要不给点提示，我也好避着。我说啊，那也是他苏状元先讨怀送报的，要不然宰相大人也不会这么忙，直接给人弄得抬回去。听说第二天那状元郎都下不来床。裴玉衡让我遇到他无需避让，当做没看见就行了。我也是特别的听话。这还给宰相大人摆脸色了？听说宰相大人都追到状元府去了。我还听说宰相大人大白天的哎呀，那个状元郎害羞的直接把他推出去了。听说什么听说？听谁说？说出来，本相与他当面对质。又怎么了，大人？不准你再无视本官，
大人，不是你叫我当看不见你吗？这也能定罪啊？我跟你说不明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脚边有石头，你小心！天，哎，我的大人啊！来人，快来人啊！宰相大人摔倒了！爱而不得，自残，这么劲爆！哎呦，真是没想到，向来冷漠的宰相大人，一动起情来如此深情。哎呀，我是不是跟他八字相克呀？怎么每次见面他总是很倒霉的样子？哎，怎么说？气急攻心，磕了头，没准醒来会……傻了？应该不至于。等宰相大人醒来再看。哎，醒了！你们是谁？啊，谁议了这？你跟我？你对我有印象？除了对我，其他事呢？其他人呢？哦，明白了。宰相大人只是对比较上心的人记忆深刻，那就麻烦苏大人多陪陪宰相大人，多顺着他点儿，心情平复，安心调养，没准儿很快就好起来了。我还不够顺着他呀！啊，赖我，你好好休息吧。你去哪？我回家呀。这不是你家吗？这你家？我家不就是你家吗？啊！我依稀记得，你我十分亲密，我们之间是夫妻。夫妻？谁是夫，谁是妻啊？我勒个夫妻呀！大人，搞错了，我们之间种种行为都是阴差阳错。你是说，你对我又亲又抱，如此暧昧不清，只是阴差阳错？哼，苏嫣然，你把我当成什么？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吗？怎么就发展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了？不是，宰相大人，你先冷静，听我说啊。哼，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走吧。真相我自己会查清楚。如果让我查出来你是三心二意，故意愚弄我的感情，我定不会就此罢休。今日我们接着讲那清冷多年的宰相大人与新科状元郎的那些不可说之事啊！以前总有传言说这宰相大人冷酷无情，没想到对那状元郎居然如此深情，不惜自残表明爱意。所以是他无意，是我纠缠，是我爱而不得。做什么呢？宰相大人不就短暂失忆吗？太医都说了，待他心火下了就好了。我在想，我为何总会给他带来不幸？我是不是不适合留在京城啊？你又不是故意的，说到底也是他自己摔的。入朝为官是你多年的夙愿啊！不必因我而烦忧，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这哥们是听了哪一句才有的这肺腑之言？你我之间不是这样的。我都打听清楚了，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单相思。哪儿打听的？这简直……他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吗？不，宰相大人，你可不能这么冤我，我可是有未婚妻的。我只要你一句话，你对我一点情意都没有吗？你若说没有，我保证以后不再与你有任何瓜葛。说是有，我想再努力一下。苏嫣然，你可以给我一个堂堂正正、
追求你的机会吗？把我心事统统察觉。苏静然，你可以给我一个堂堂正正追求你的机会吗？世人皆知，裴玉衡家世好，有才华，少年宰相，前途无量，是我这种寒窗苦读了10几年才考得状元的人比不上的，更加配不上他。在你眼中，我看到犹豫，所以你对我不是我对你如何，是你对我根本就不是喜欢。你失忆了，你忘了，回头你想起来，你就会知道，你如今的一言一行有多可笑。我记得，这些日子我一闭上眼睛，全是你我亲密接触的画面，你在宫门口扑在我身上的画面，你在我家门口与我纠缠的画面，还有半夜一起沐浴。半夜一起沐浴，这么劲爆！那你可还记得下一幕你叫我滚，宫门口我不小心将你扑倒，你推开我叫我滚，裴府门口我想与你道歉，你第一句话就是叫我滚，沐浴我不小心吻了你，然后你给了我一巴掌，还是让我滚。你对我是打心底里的厌恶，跟我说的最多的字眼就是叫我滚。失忆了，却对一个人刻骨铭心，不一定是爱，也可以是厌恶。你好好仔细想一想，我们之间当真有情谊吗？想起来了吗？你告诉我，我们之间像是有情谊的人吗？苏静然，宰相大人，我就不留你了，你自便吧。明知道的答案，苏静言，你为何如此难受？你莫不成还真喜欢上他了？可他从头到尾就很讨厌你啊！笑话，苏静然，你怎么这么好笑啊？被他那一通话刺激，我总算是想起来了，我们之间确实只是无意，可为何这般难受？见过宰相大人。一起吧。什么书这么好看，让我们宰相大人倒着看都能看得如此入神？想事情，没注意到。哦，想什么事呢？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听到父皇有意将13妹嫁给苏状元的事啊？说这事，什么时候的事？不说13公主有意与否，就说她苏景然。我也只是就事论事。我13妹你不用担心啊，是她主动找父皇说心悦苏状元，而苏状元呢，有才华有想法，父皇很是欣赏，所以他与13妹郎情妾意。怎么郎情妾意了？13公主喜欢，苏景然也不会喜欢的。他不喜欢他，喜欢你啊！你们2人的事，外头传的有鼻子有眼睛的，看你自己也反复强调，只是流言。此时赐婚也是还你名声啊，你想想。那如果不是流言呢？啊？喂，你去哪儿啊？抢亲呢？
方才宫中来人唤我家大人进宫，说是臣多谢陛。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什么？我不同意你与13公主成亲。那个玉衡啊，朕方才只是给苏爱卿安排了个职位，没说伺候的事啊。玉衡擅闯御书房，甘愿领罚。陛下，这都是误会，宰相大人也是因我而闯的。那个，你要罚我吧。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行，都是因为我。啊，所以外头的传言是真的？你们两个看对眼了？不是，是。我方才声音太大，你要不再说一遍？玉衡心悦苏景然，望陛下成全。啊，你是不是脑子还没好啊？不是他脑子坏了，就是我听错了。他心悦我，这怎么可能？哎呀，没事吧？对不住，我方才在陛下跟前说的话。放心，你脑子还没好全，你说什么我都没当真。我认真的。你那日说，对一个人刻骨铭心，不一定是喜欢，也可以是厌恶。可我忘记所有，唯独记得与你的点点滴滴。是喜欢还是厌恶，我无比清楚。苏景然，我就是喜欢你。从你第一次闯进我的视线的时候，我就对你上心了。啊？可你总是凶我。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心慌意乱，就爱冷着脸。但以后不会了。你可以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要不还是让太医给你看看吧。也罢，既然你不信我，那就去太医院吧。是的，我动心了。因为这些年朝堂浮沉，我习惯了尔虞我诈，可他不一样。折花赠君子，不知景然可喜欢？哦，那日太医诊断裴玉衡是真的没事了，所以他是真的真心看上我了。喜欢啊，我们宰相大人送的东西那都是人间极品，焉能不喜？今日休沐，你我一起出去走走吧。好。哟，这是确定了？你说日子都看好了？他们胡说什么呢？我都习以为常了。啊？打从你在宫门口将我推倒那一刻起，我们的事就基本家喻户晓。说书的版本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部。你不生气啊？先前我也以为我那是生气，可现在我明白了，我只是有些害羞。怎么又在大庭广众下扑我？我不是这个。没事，我习惯了，想怎么扑我都接得住。父亲，孩儿在京城一切都好，还拐了当朝宰相。孩儿与他情投意合，故想让父亲来京城一趟，与我一同去见见你的亲家。这小子比我还出息啊！哎，想当初，京城也不知道那人
最后去没去京城？也罢，便去看一看他曾经想去的地方。你是养子啊？不错，我父一生未曾娶妻，据说是有个心上人，可惜后来到底是错过了。这么巧啊！我也是领养的。还有更巧的，我老爹也是一生未曾娶妻，我曾经还想着给他讨老婆来着，结果被他追着打了10里地才知道，原来他早心有所属，只可惜有缘无分啊。但他若与我父亲相见，听是何等？哦，同病相怜。20年前，你爹这般年纪的时候，也在此处售卖糕点。此乃祖传手艺，在京城堪称一绝，就连那宰相之父也是每日必来品尝这糕点。此人的身影。哟，大人来了。老爹，这儿呢。你这臭小子，可难受了。所以是你嫁过去？不然呢？咱家家底就那样，比不过呀。不过你放心，玉衡说了，他给你养老，你呀就别回去了。那不行，这京城我住不惯。大人，宰相大人携其父前来，此刻正在厅中恭候。快！玉衡来下聘了。这么快？我这行吗？他爹是什么样的？不会依附鼻孔朝天吧？哎呀，要不你自己去吧，我就……又不是他爹给你下聘礼，你这么慌干什么？走了。慌什么？人生大事更该慎。来了，久等了。这是我老爹，爹，这是苏恒。二老认识？裴然，兜兜转转，我居然是给你养了个儿媳妇。这不是我亲生的。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娶妻。他……巧了，我也不是我爹亲生的。哎呀，这世上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我爹与裴玉衡的爹居然是旧相识。不止如此，好像还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当天见了一面后，我爹就给裴玉衡的父亲拉走了。哎，还回来吃饭吗？哎呀，答案是我老爹一晚上没回来，而我与裴玉衡的亲事也很快就定下来了。想当初，我们本意。打住！今天是这俩孩子的喜事，陈年旧事就别提了。苏恒，要不等他俩办完，我们也办一场吧。这么炸裂的吗？正好今天都在场，要不你干什么？爹爹的脸皮没有父亲厚，你这话会吓到他的。就你懂。裴玉衡，叫夫君。我觉得偷偷将你揪的发簪不小心起，就像你的笑意，心底翻卷涟漪。回家的某天，因为你盘起发髻，对你诉说我的情意。